大家好，我是强哥。我们上个视频主要讲了一个比特币和区块链是啥原因，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了啊。主要是讲的是区块链的一个原理，它就是去中心化的一个电子系统记账过后产生的一个区块链的一个循环，我们就叫它一个区块链。然后产生区块链过后，我们就会记账，那就是以谁的账单为准。为什么要记账？我们就上个视频也讲了，记账是因为有奖励的，它有两个，第一个是有手续费的收益，第二个是有打包的奖励。但是我们都会有那么多人的打包，以谁为准呢？所以这个时候中本聪他又提出一个方案，以工作量证明，我们称之为挖矿。所以我们本期的视频呢，就主要讲一个挖矿的原理。说起挖矿，我上个视频也讲了，它是一个很难的数学题，但是这个数学题并不是说看你脑子聪明不聪明，而是看你 CPU 的速度如何，因为没有人能通过脑子把它算出来，大家的方法都是只有一个一个的去试。具体的原理是什么？我们第一个视频也有讲过，叫做哈希函数来算。那哈希函数它的意思呢，也可以叫做一个数字摘要或者散列的函数。它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个字符串通过一定的运算转换成一个摘要的形式，而且它的特点之处就是它正向算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它的反向算是非常的困难，这就是它算法的一个特点哦。因为哈希算法它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哈希算法，叫做 SHA-256。这个 SHA-256呢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发明的一种算法。如果我们把一个字符串输入到这个 SHA-256函数里面，比如把这个字符串叫做 orange 输出了多少呢？输出的是一个二进制数，这个二进制数是一共有256位。比如说10101101101后面无缝循环，它是没有什么规律的，一共就是有256位，所以就叫 SHA-256。而且这个算法就是不管你的前面输入的是什么，它后面的结果都是256，哪怕就是你把一个20G 的电影放进去，它的输出还是256，相当于这个就是个固定的一个 SHA 的一个函数字符的算法。而且哪怕你在这前面改一点，比如说 orange 我们加个点儿，哪怕就是多了这一个点，最后这个每一位的数字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这就是它唯一的一个特点。而且哈希算法难度就是在于什么？刚才讲了，它是一个正向算比较容易，但是反向算就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它的一个算法的一个特点。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函数，就是 x3次方加2x 加乘 x 等于 y， 你给我一个 x 让我算出 y 来，其实这个是并不难的，但是你要给我一个 y， 问我 x 是几，这就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我们正向算是非常好算的，但是你光是给我个 y， 那我们反向算过去那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所以哈希函数比这个还要复杂的多，它一反算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怎么办？那就只能一个一个的去试，因为你告诉我一个结果，你问我什么结果，那我就只能一个一个去试，一直帮它试出来为止。这个就是哈希算法的一个基本问题。那么这个挖矿其实就是基于这个 SHA-256的这么一个运算。我们来说一下挖矿的具体原理是什么。上一个视频我们说到了，区块链就是一大堆的交易信息，比如说这个区块链连接到一个位置，从最后一个区块开始一直连到某一个位置，这个块不只是只有交易信息，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头部，还有它里面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呢就是一些交易的记录账单信息啊。现在很多的人说我们现在都想进行这个打包，为什么呢？因为打包有奖励啊，有手续费啊，还有一个打包的奖励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账单，这个账单呢它是收集了周围一大堆人的 ABC 对吧 DF， 收集了一大堆的一个记录的账单，
每个人都想拿到这个账单，去网上接块 ，A 也想 ，B 也想 ，C 也想，但是在接块的时候，他必须要算一个数学题。什么数学题？这个字符串包含哪些内容呢？首先是要包含钱块的头部，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现在已经有了账单信息，交易的记录的账单信息，还比如说是时间差之类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最后是什么？一个重要的随机数，这就是你要去算出这一个字符串的正确性，你才有资格进行打包。所以现在你对这个字符串做2次SA256哈希算法，这个速度其实非常快的，你一下子能算出来这个数是几，但是你算出来之后发现它是一个256的一个数。我们的字符串啊，在这里都有啊，SA等于2个，刚才说了，这就是说你想打包，它会给你一个字符串，这个字符串就是哈希值等于SA256 两个的字符串。这个256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要求它前的 n 位必须是0。比如说你算出来这个数1 2 3 4 5 6 7 8 9是9个0，前面是9个0，后面不管是什么啊，是101111，一直到最后一共有256位。你算出这么一个数来，假如我要求前面就是9个位数是0，那你就算对了。你算对了呢，就有资格去打包。你就有资格打包的意思是说，你要把你算出来这个哈希值作为一个新块的头部，也就是在这里打包。完成了这个打包了过后呢，再把你这个包干嘛？接到后面去。于是你就接到一个新的块了。接触过新块了，你获得了什么？获得了你所想要的奖励比特币。那么我们是怎么算出来这个前面几位都是000呢？那我们就要改变一个内容。改变什么？你就要改变一个最重要的随机数。随机数最开始从0开始，0算一次，因为它随机数是不固定的，是我们一个一个数字去试的。我们就是从0开始算一次，看满不满足条件。不满足，我们从1不行，2不行，3都是一个2进制的，你就不去这么试，直到你把它试出来为止。而且我们都要注意，每个人在计算的时候，他这个题目难度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虽然这个钱块的头部大家都一样，但是你所打包这个账单就不一样。我们之前上面说了，他比如说 A 对吧，跟 B 交易了一个12比特币，它随时可能记录，但是因为网络延迟时间差， C 可能没记录， B 可能没记录，所以造成那个随机数的大小都不同。有的人运气好了，他第一个数就算出来，那就直接打包就起来了。所以有的人吧，天生就是偏财运啊，他的运气好，有的人就运气不好，他虽然计算能力强，但是算好长时间，最后也算不出来。不过平均来讲的话，差不多都是这样啊。谁的计算能力更强，谁就有希望打这个包。运气它只是其中的很小一撮人啊。这就是大家要拼命去挖矿的原因了。后面又增加了什么难度设置？这个 n 位怎么确定的难度？显而易见的就是它前面的这些0，它的数越多，那这个问题它就越难，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个数多它就难？咱们在想象中说这个问题你不可能去反算，只能一个一个按顺序的去算，只能一个一个去随机试。每一位上出现0的概率和出现了1的概率都是50%，所以第一个0是0的话，你的概率是多少？那就是1/2，对吧？概率是1/2，那第二位数是0的话，概率是多少？也是1/2。第三位是0，概率也是1/2，一直到最后，这样乘起来1/2的 n 次。显而易见，这个 n 的难度越小，难度就越低。钟门生就说了，当时在设计的时候，那就是要保证的每10分钟要出一个块，打包几千条信息。因为区块链交易嘛，我们之前说了，一个区块差不多可以存4000多条信息。那怎么去保证调整这个的难度，调整这个 n 的数字？我们举个例啊，比如说世界上有1万台矿机，1万台矿机每一台计算力是14T 每秒，也就是说每秒钟可以计算出14T 哈希运算，14T 是多少 T？ 那就是10分钟的12次方，对吧？所以这个数就是我们1.4乘以10的13次方每秒。好，那么这个10分钟
我们这个10分钟到底能运算多少次？我们这里就可以算得到，这个10分钟应该就是600秒，那就是 1.4 乘以10的13次方，这是一台的矿机1秒钟算的，那我们再乘以10的14次方，这表示1万台矿机，你还得乘以10分钟，大概就是600秒，这个数字大概就等于8乘以10的19次方，也就是说10分钟大家可以进行多次运算，这么多次运算，那我们再想一下，你如果概率1/1的次方想出这个块的话，你需要计算的次数就是 n 次2，你需要计算的次数就是2n 次方，对吧？你的概率就是 n 等于66/1的话，你出的这个块平均你就要算64次。同样道理，你算出了这么多次，对不对？那么它大概率就是1/2n次方66，1/2的66n次方，然后你平均算的次数就是2的66n次方等于8乘以10的19次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矿机就会把难度设置成 n 等于66，第一个能够算出来前66位全都是0的人，就成功了打包了这个块，那他就很快成功的挖到了矿，你就没有办法让你自己的运气变得更好，你能够做的就是买更多的矿机，不止1万台了，可能2万台、3万台去拼命挖矿，这样你就有可能会得到打包的比特币，大概的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哦。好，我们这次就解释到挖矿的具体原理了，了解了如何打包专币，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啊，概述到。我们下个视频呢将继续分享，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记账是如何防伪的，跟第一个视频讲的一个定义，公钥跟私钥，什么是私钥，什么是公钥，那我们下一个视频继续分享啊。